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的朱林潮。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科学与工程方面的一些研究啊。今天的这个题目里面有两个词，实际上我就一直觉得也特别的这个紧张，就是重塑这个词。很多人觉得这人工智能改变了很多，包括我们知道 DeepSeek 出来之后，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包括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些对话，包括教学，各种各样的场景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今天想看一看，就是人工智能在科学和工程研究方面，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简单的，我今天的报告的题目主要这个提纲分为几个部分啊。首先回顾一下科学研究方法在过去的几千年以来，我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以及这个我会通过一个案例，也就是蛋白质结构预测，这个也是前段时间我们特别这个受到关注的，去年10月份、11月份，这个 AlphaFold 等一系列的这个两个工作啊，我也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那么我最后接下来就会展开就是 AI 去驱动科学工程研究的过程，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范式目前到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最后会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刚开始就是简单的一些背景介绍，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大家在这个初中、高中或者是大学期间我们学到的一些相关的跟科学研究一些内容啊。第一个，我们人往往是通过经验或者是观察归纳的方式进行研究或者规律的总结的。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人们从这个古人从夏朝或者是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甲骨文去记录一些自然现象，然后他们会去用甲骨文去观察就观察天气，观察作物的生长，观察天象，然后把它记录到这个动物的这个甲片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通过观察，然后去记录，最后呢做一点相关的一些总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种传统的或者非常朴素的一种方式，往往是经验驱动的，并且呢有很重的这个人的思考在这里面。然后在当时呢，实验也是当时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这就包括我们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些这个实验，无论是伽利略的落体实验，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实验。当时人们为了去验证假说，往往是通过实验去验证的，但有时候呢，仅仅是通过简单的一些现象。举简单一个例子，在人们很早的时候，几千年前，古希腊的这个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在自由落体的这个运动里面，物体越重，下降的就很快；物体越过轻，很轻啊，比如说它像羽毛一样，那么它下降的就会比较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在目前为止，我们每个人经验上的这种感官就是越重越快，下落越快；越轻呢，它的下落就会比较慢。但是这是非常经验、非常朴素的。来到了16几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伽利略当时就想要去质疑这样的一个现象，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他在这个比萨斜塔也是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他说，两个一重一轻的球，我就把它掉下来，在这个塔上掉下来，我想去验证一下这个到底它和质量有没有关系。当时这个也是轰动了这个整个欧洲啊，就是说发现，在下降的过程里面，其实上你的下降的速度和质量并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们就发现，我经验驱动能够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经验往往并不够。那么之后在几百年过程中，人们除了观察，除了做一些简单的实验，开始有一个新的工具了，这就是数学工具。数学作为基本的一些符号的运算，它为我们现代的科学大厦奠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那么第二个研究范式，我们就来到了理论驱动的研究范式。在这个研究范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往往一些科学家是基于科学假设，或者是基于科学
的第一性原理出发，然后通过逻辑演绎，最后形成相关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科学或者物理的大厦就是由最基本的几个定律所决定的。那么当时人们往往是通过去探究第一性原理。那什么是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往往是最本质的一些原理，而这些原理不会因为比如说你的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或者是因为其他的条件发生变化，而第一性原理正是为我们的物理的或者化学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很多的这个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那理论的范式的一个兴起，主要原因就是实验无法承载我们科技继续的进步了。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了牛顿定律之后，我们就发现了很多拿着牛顿定律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我们就可以去推导，比如说开普勒其他的一些定律。我们拿着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里面的几个定理，包括这个五个公理、5个公设以及23个定义，我们就可以推出非常复杂的一个几何的这个世界出来。但是我们来到了微观世界，在微观世界，当时19几年，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当时的实验条件并不非常的完善，当时人们只能通过理论方式进行推理，也就是说，当时的科学家观察不到量子世界里面的一些行为，但是他们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希望能去描述客观世界，所以这就有了理论驱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方程，包括麦克斯韦方程、薛定谔方程，尤其是量子物理的一个基石可以看到。所以当时人们会使用数学作为工具去描述自然现象，也就是说，他想去探究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从最开始的我观察，通过知其然，然后转到我要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然后通过数学的工具对自然界的一些规律做一个这个原理性的一个解释。所以这是非常经典的、直观的一个理论驱动的一个范式。和之前的实验驱动的一个区别，或者经验驱动的一个区别是，我们有了工具，这个工具是数学原理。那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及有计算机，包括我们的超级计算机，以及后来的我们的这个显卡等等的一些新的计算工具的出现，我们来到了第三范式。第三范式是最近我们差不多70、80年以来有了计算机之后，我们才出现的一种研究范式。在这种范式里面，我们往往是以计算和仿真为主导。那计算和仿真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也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先来看计算这个词。这个有一个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也提到过，他说这个理论很重要，实验很重要，但计算是和理论、实验并列的研究方法。那计算是什么意思呢？计算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了第一性原理，我有了基本的理论。举个例子，我有了薛定谔方程，我希望去构建出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者是比如说在这个薛定谔方程描述了电子的这个行为，微观尺度上面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去构造多电子的体系，这个时候就需要去通过计算的方式。那么比较经典的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通过这个 DFT 密度泛函理论，就可以从这个一个公式或者第一性原理出发，我们去逐渐的推导，通过一定的方式得到一个电子的这个多电子的一个体系，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是稳定的，什么时候可能会容易坍塌。那么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通过，比如说举简单的这个中间，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中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汽车碰撞的一个测试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力学，我们有了基本的这个一些原理性的东西，我们希望去仿真，我们或者是去模拟一个非常复杂的汽车碰撞的这样一个测试，这里面就需要有大量的计算，因为在这个车和物体碰撞的过程中，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这个物理的变化、力学的变化，以及甚至会产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或者爆炸等等的一些复杂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计算。所以第三范式计算驱动的范式，主要是想去解决实验没有办法做，因为举个例子，我想去碰撞，那我需要这个耗费一辆车，对吧？如果我能通过仿真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来，我就不需要去实验。
然而呢，我也没有办法通过理论推导，因为理论推导的过程太复杂了。一个电子、十几个电子、几百个电子、几百个系统，它太复杂了，完全超出了这个我们单个人或者是一群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能够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借助计算机。所以可以看到，在这3范式里面，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计算机，或者是超级计算机，它能帮我们去解决非常复杂的，或者是理论和实验没有解决的问题。好，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发现单纯的依赖计算并不够，原因是当我们发现可以通过第一性原理，可以通过最基本的原理导出一些这个复杂的系统的这个仿真结果之后，我们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实际过程中有特别多的噪声，并且在有一些系统，比如说经济学、社会学里面，有一些系统你没有第一性原理，或者我们连基本的理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建模或者分析我们的科学工具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最近从2000年左右到2010年左右这10年，我们有非常多的数据产生。所以这个图灵奖的这个一个获得者叫 Jim Gray 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也不是提出吧，实际上有很多人已经在用了，只不过他把这个研究方式以数据为基础的一个科学研究方式，他把它叫做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第4范式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方法。那么在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方法里面，往往是通过数据，我希望能从数据中观察，然后得出一些结论，而不是人再去总结了。因为我面向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多的。在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天文的数据几乎是以几 pp 甚至是几千 pp 的速度在产生。然后我们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里面的数据也是数以百计、数以百万的这个 p 字节的这个速度在产生。所以面向这么多复杂的数据的时候，我们人已经很难去处理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工具。举个例子，我们通过机器学习或者统计学的方法，帮助人们去归纳总结。但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先做假设，然后再验证，然后在数据驱动里面，我们就变成了让数据本身去说话。我们直接通过一些工具，或者计算机的机器学习的方法，从数据中挖掘出一些规律或者本质的一些这个机理出来。所以这就是第4范式。所以第4范式我们又引入到了数据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可以看到，我们有了实验工具，我们有了计算工具，我们有了理论工具，我们有了数学工具之后，我们最近的一些科学研究越来越发现我们需要更强的工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工具——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科学和工程研究中能不能带来新的变化？经常有一个这个很多人也在讨论，就是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的方法去解决科学研究的问题，好像在普通人或者在民众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一个了解。正如DeepMind或者是很多的国家很多大师或者是研究人员也在讲，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变化，但是很多人把它称为目前我们这样的一个在人工智能时代去做科学研究，把它叫做 Golden Stage of Discovery， 是科学发现的黄金时期，或者是大航海时期。因为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有了，我们可以去做实验，我们可以去用数学工具，我们可以去用计算机工具，我们也有大量的数据。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有更强大的工具去把所有之前的人类已经发现的科学范式给整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可能可以去做更加以前难以想象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状态。那我们来我们重新来理一下，为什么需要有人工智能的方法。首先，我们在过去刚刚已经提到，在通过计算的方式去做求解的时候，往往它是能算准的，但是它的速度不够快，它一般只能去处理一些小规模的一些科学问题。
然而在数据驱动的一些方法里面，传统的一些数据处理的或者机器学习的方法，主要还是做数据的分析而已，它没有办法去利用到这么多的复杂的数据去进行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并且在复杂系统里面，传统的一些这个数据分析的方法也难以去进行继续的科学上的突破。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去驱动的科学发现的一个过程里面，或者我们这里把它称作为第5范式里面，是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去驱动科学发现的全过程。这个也是我之后会来提到的。我们希望无论是在假说、实验、这个数据收集、理论研究以及这个仿真等等的所有的方面，我们都希望智能化。那么举简单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左边我们左下角也可以看到，就传统的方式是通过观察得出结论或者得出一个假说。我们现在希望能 AI 帮我们得出一些解说，这个假说，甚至我们可以通过 AI 帮我们协助做实验。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科学的研究的环节里面都用到 AI。右边这个图是 DeepMind 在这个2024年11月有这样的一个文章啊，他就说了，就是希望用人工智能改变传统科学家获取知识的方式，所以从知识的角度去改变现有的科学范式，从数据的角度，它可以去生成、仿真或者是标注大规模的数据集。在实验层面上，我们可以模拟、加速，并且去通过机器人或者其他的方式去指导复杂的实验。在模型和解决方案层面上，我们可以去设计更加牛的、更加厉害的模型，能去建模复杂系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经过了传统的第1、第2、第3、第4之后，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希望能整合之前所有的已有的人类的工具，然后去做更加复杂的这个预测以及科学研究。那么我这里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这个描述了一下人类去做科学研究的一个整体的过程，往往是通过观察，那后来我们就通过大数据，然后呢开始会去做假设，有了假设之后，我们通过实验去验证，然后我们通过大量的实验去重复的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再去看最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假说是不是成立。所以往往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范式，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在每一个环节，在假设、实验、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的每一个环节都 AI 化，或者是都智能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这个数据收集层面上，我们可以用 AI 去合成数据；在数据分析上面，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模型去分析数据；然后在实验辅助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加速求解；以及在假设层面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回归的方式去产生新的符号和新的定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拥有了更强的工具去智能化我们的科研的整个流程。那么当然有很多应用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这里也不会展开的特别多，包括在这个方程求解，在工程仿真里面，包括这个在液体这个你的血管里面，我要去进行一个复杂的仿真，或者是我的这个机翼在设计的时候，我也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智能化。那么在天气预报，等会儿也会提到，就是无论是这个气候的预测，或者是一些这个水文的一些分析上面，也可以用到 AI 的技术。那么在工程设计方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机翼的一个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这个传统的这个空气动力学，或者是这个计算流体动力学去进行复杂的分析，然后我们需要去持续的去优化、去修改我们所设的一些参数，然后再去做 CFD 仿真，去得到新的飞机。这个过程传统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但是通过 AI 加速，举个例子，我们的最近的这个 ANSYS 它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工具，能在传统的一些结合 AI 之后，能相比于传统的设计流程，我们能加速非常非常多。那么包括开始有一些公司在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进行这个汽车的零部件的设计以及测试，然后希望能去减少开发周期。那么刚刚也提到，在天气预报方面，我们这个华为云也有这个盘古气象的大模型，它可以去通过
在这个通过神经网络去进行拟合的方式，比传统的通过数值方法仿真的一些天气预报，这个整体的提速会超过10000倍以上。这样的一个速度提升，对于我们对这个算力的需求，以及对于更精确、更短时间的预报，会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当然也能看到这 DeepMind 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也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去预测整个，比如说在未来的一个这个全球的一个预报。那么我们国家在前段时间也发布说，我们在35年要建成气象强国，然后在各个方面去减少，无论是这个通过更好的预测能去防灾防害等等。那么除了刚刚的几个例子，我接下来想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大家可能已经听了很多了，但是对它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获得了比如说诺贝尔或者化学奖的，我们去进行一个阐述。这个例子就是蛋白质结构预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人工智能到底对传统的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能有多大的作用。那么首先就从蛋白质结构预测这个任务出发。大家看到这个图可能已经回到了这个高中的生物啊，也可能就不想听了，但是我会讲的非常非常的基本，就简单，就是你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能理解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也请大家不要走开啊。就首先，蛋白质结构或者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其实上是你日常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日常的一些食物里面，很多的组成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无论你各种各样的酶，你的这个各种的生命活动都是需要蛋白质的。那之前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蛋白质的这个功能啊，它能去这个杀病毒，它是一个抗体，还它是一个酶呢，它的功能是由它的结构这个决定的。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蛋白质结构是什么东西。在右边可以看到蛋白质结构呢，它是分多个级别的。那最开始的或者最基本的这个级别叫做一级结构或者是主要结构。这个主要结构往往是一个肽链的形式，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氨基酸通过中间的这个肽键进行连接，所以这是一个氨基酸通过肽键进行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一级的一个结构。然后呢，蛋白质还非常有意思，它会在空间中发生一个现象，叫做折叠的现象。随后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蛋白质之间会产生一些相互的一些力的作用，使它产生了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那在三级结构，大家也可以看到，三级结构就是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图啊。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在空间中完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折叠，并且呢，它开始具有一些功能了。那随着化合物或者是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的组合，我们可以形成一些复杂的蛋白质结构。所以，蛋白质的功能或者是这个和结构它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用简单的一个例子去理解，就是你的钥匙啊，它是有一个结构，有一个这样各种各样的孔的，它是需要这个结构决定了这个钥匙的结构决定了它能去打开哪一个锁，所以结构在蛋白质里面也是相同的一个这个类似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这个结构来决定它所具有的一些功能。当然，所以蛋白质结构有很多重要性，我就具体不展开了。那这就引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叫蛋白质折叠的问题。那蛋白质折叠问题是什么呢？蛋白质折叠问题想要去解决的就是说，原来是一个线性的一个氨基酸链，这个链是线性的。刚刚已经提到它的一级结构是线性的，有氨基酸之间通过肽链进行连接，它是一个线性的。那折叠问题想说的是啥呢？他想说的是这个线性的氨基酸序列怎么在空间中很快的能折叠成一个三维的结构。那在右边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蛋白质的这个折叠的情况。它刚开始是一个线性的，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这个时间是已经放短，这个完全拉长了。一般的折叠过程差不多在毫秒级别，也就是说它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折叠成一个三维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类似于积木的一个东西，然后具有一定的功能。这就是这个蛋白质折叠这个问题。但蛋白质折叠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它的搜索空间非常大，然而它的这个时间又非常短，
所以科学家或者生物学家想要去探究的是蛋白质到底是怎么折叠的，它怎么从一维的这个序列折叠成了一个三维的，这样我们日常能看到的具有这个三维的结构。所以这就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蛋白质折叠的问题。好，我们现在有了问题之后，我们就开始使用我们刚刚提到的几种范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一个范式做实验，那实验范式或者是通过观察去了解蛋白质折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朴素直接的一个手段。所以你可以直接通过一些工具，无论是电镜或者其他的一些工具去观察折叠的过程。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刚刚提到它折叠的过程非常非常短，它只在毫秒级别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折叠。你去观察到折叠的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几乎你观察不到，那么你要去探究折叠的这个原理也就非常的困难了。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它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呢，往往我们去做一次实验，我就观察，即使我观察不到它折叠的过程，我可以观察到它三维的结构，但是观察三维结构这个事情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实验的方法往往是很慢，就是说低通量的，它的通量它的这个速度很慢，但是它准确度很高。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三维结构了，它往往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看的过程很慢，并且成本会比较高。所以这是一种范式，想要去解决折叠的问题。那么第二种范式想要去解决折叠的问题，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范式，就是计算的范式。我们希望能通过计算机或者计算的方法，从基本的物理化学原理出发，我们去看我们能不能去预测蛋白质折叠或者最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计算的代价非常非常高，而且它的搜索空间非常非常大。整体你要从一个完全的一个序列开始去计算一个复杂的蛋白质的折叠过程，非常非常这个复杂，并且没有很好的理论工具。所以呢，在这里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虽然很快，对吧？它就不像电竞一样，我需要很高的成本，但是呢，它的准确度是非常低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实验遇到了一些问题，计算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从1950年左右开始，人们开始关注蛋白质折叠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人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通过实验的方法。但是我们看到从右下角这个图可能会比较小，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蛋白质序列，它有非常非常多，有几亿的蛋白质序列，这个红线我们有非常多的蛋白质序列，但是我们所对应的蛋白质的结构只有十几万条，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更少，只有几百条左右。所以蛋白质折叠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来看，有了蛋白质折叠这个问题之后，然后人们想去，或者生物学家、一些物理学家也想去解决蛋白质折叠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来想要解决它呢。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多这个计算家做计算的人都说，哎，我已经解决了蛋白质折叠这个问题了，对吧？大家互相都声称我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那在那个阶段呢，在这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蛋白质结构预测没有标准的数据集，没有标准的一个评测机制，所以到后来呢，就有两个比较权威的生物学家就站出来说，我们要去做一个完全公开公正的一个盲测的竞赛。那这个盲测竞赛是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它刚开始会给你一些蛋白质序列，对吧？然后呢，它呢会做实验的解析，比如说几百条这样的一个解析，但是它不把这些数据公布，然后希望参赛的人呢去预测这些蛋白质序列所对应的结构，但是你不能通过实验观察，我已经观察好了，但是呢，我不把答案告诉你。你希望通过模型去预测我的结构，然后在一段时间，比如说几个月之后，我最后呢把这个比赛结果告诉大家，说某某团队他得到了一个什么分数和实验的这个误差有多少。所以这是一个当时这个比赛叫 CASP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但正是由于 CASC 的比赛，也导致了我们后续的 AlphaFold 的这个产生。那我们看右边这样的一个图啊，右下角这样的一个图，刚开始 CASC 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非常非常缓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啊，几乎都是平的，几乎都是平的，它的性能很难去提升，原因是计算的方法往往是不准的，而且它的计算非常非常复杂。但是来到了12年、14年左右，我们就有了新的工具，深度学习的方法或者神经网络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2年到18年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那在那段期间，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开始大家用一些深度学习的模型去做蛋白质结构预测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2018年，所以时间可以看到，从94年开始去办，差不多到去年为止，我们差不多是30年的时间。但是在前20年左右，大家都是处于非常迷茫的一个状态，或者它的进展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慢慢的在提升，但是它的提升是比较缓慢的。但是从深度学习开始之后，人们开始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方法去解决蛋白质结构预测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了一部分的这个性能上的提升。但性能最大的2次提升就在非常离目前为止也是非常短的时间内。第一次是在 CASP13， 也就是说是2018年；第二次是在 CASP14， 也就是2020年。分别有2个模型去把这个曲线再往上拱，那就是 AlphaFold 1或者是 AlphaFold 和 AlphaFold 2。那我们来看一下 AlphaFold 2018年，当时对生物学家或者是传统的一些做结构预测的一些人，其实上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那个冲击没有那么大。所以在 CASP13， 我们看到了 AlphaFold 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这 AlphaFold 整体的这个比赛里面，这个线啊是这个指标，这个线是这个柱状图越高，就表示它的性能是越好的。可以看到最左边的就是 AlphaFold。那么可以看到 AlphaFold 比传统的一些模型都要非常好，但是人们也没有就是当时对生物学家还是有一定的冲击的，但是没有那么的冲击。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啊，离第2名它差别有一点，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当时对生物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生物学的一些同事或者研究人员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冲击，但是并没有真的实现突破，因为它那时候还没有达到实验的一个精度。但是2年后来到了2020年，在 CASP14 上，因为它这个比赛是2年办一次，在 CASP14 上，我们看到了右边这张可怕的一张图。在右边可以看到最左边最顶的这根线就是 AlphaFold 2，是 DeepMind 公司公布的这样个 AlphaFold 2，而其他的模型远远的被它甩在后面。这是一。第二个，它达到了实验的精度，所以在 CASP14 上，在那一些没有见过的蛋白质序列上，它的一个指标达到了 92.4， 然后一般的这个生物学家认为，如果你大于90分，差不多就是和实际实验观测到的这个结构是在这个差不多水平了，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结果已经达到实验精度了。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智能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法去把完全在50年内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去解决了。那么或者是说解决到几乎和实验没有差别的这样的一个精度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啊，就在左边这根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花了10几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到 RaptorX 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水平差不多在这个14、16年左右的差不多的水平。这个水平当时已经非常非常难了，但是花了2年的时间 ，DeepMind AlphaFold 1出来了，然后差不多有一定的提升。而人们当时还是以为技术会一点的迭代，但是没有想到2年后，立马我们就达到了这个实验的这个精度，也就是说 AlphaFold 这个2达到了
实验的这个进度，所以立马在下一年，科学杂志就把 AlphaFold 评为2021年的年度科技突破。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历史的回顾。那具体的这个技术细节，我这边就不展开了。它也用到了端到端的架构，它也用到了这里我这里特意把它加红啊，就 Transformer 的架构。我相信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大家也听了很多关于 Transformer 的介绍。但是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模型，它里面结合了生物的机理，比如说它通过一些这个链角以及这个距离的一些预测，同时呢引入了一些物理的一些损失和几何的一些损失，去优化整个从序列到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细节我就不展开了。随后在2024年10月9号，这个3位在这个蛋白质结构预测和蛋白质设计领域的这个科学家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所以从 John Jumper， 也就是说最右边的这个人，这个人是1985年生人，他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应该是40岁。然后呢，他从1716年开始就去研究 AlphaFold， 到他获得诺贝尔奖大概在7、8年左右的时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那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就在前一天，就去年的10月8号，我们也可以看到有 John Hopfield 和这个 Geoffrey Hinton 就2位人工智能的先驱者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可以看到，就人们对人工智能方式去改变传统的一些科学研究，就有了更多的期待。那么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小结，我们可以看到蛋白质结构这个预测这个问题有很久，然后呢，之前大家通过实验、通过计算，或者是把实验和计算混在一起去做，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但是 AlphaFold 2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结构预测的精度从不能用到实验这样的一个精度。那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说蛋白质结构这个预测这个模型，它并不是一个我们之前刚刚提到，很多老师也提到的大语言模型，它不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它是一个专用的 AI 系统，它只能去解决蛋白质结构预测，从序列到它的3维结构。所以就是说，就 AI 有很多，它不只是大模型而已。那其实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 AlphaFold 是科学吗？它只是，我也不知道它折叠的原理，或者人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折叠的原理，它只能去做预测，它只能从序列预测到结构。但是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构，以及中间的一个物理的原理是什么，没有人知道。AlphaFold 2也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传统的科学家尝试通过理解基本物理或者是基本的原理去解释一个现象，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希望能通过数学的工具、计算的工具，通过发现或者是通过第一性原理出发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他们想要通过理解本身或者理解物理、理解世界本身去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 DeepMind 或者 AlphaFold 2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它只关心输入和输出的结果，但在过程中它有很多的物理的先验，包括这个蛋白质设计或者是蛋白质结构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机理啊。但是在整体的过程里面，它是一个端到端优化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在说这是科学吗？它并没有理解或者产生答案。当然这是一方面的这一派啊，就是说我们说它不是科学，对吧？它只是拟合了数据而已，它只是做了一个这个数据的拟合而已。但是另外有一派，有人站出来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真的解决了癌症，但它是一个黑盒系统，那但是它确实是解决了癌症，它能帮你去治愈，它能帮你去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癌症，你还会关心它是怎么工作的吗？所以这是两派的说法或者是争端。在未来，我相信关于 AlphaFold 到底是不是科学，人工智能方式去解决科学问题到底是不是科学，我觉得会长期的有这样一个讨论。但这个讨论也是开放的一个讨论，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 AlphaFold 只是我们到 AlphaFold 为止就结束了吗？那我引用这个2020年，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他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线上会议的方式去公布 AlphaFold 的这个结果。那么
当时这样的一个主办方，刚刚已经提到一个叫 John Moe 的一个生物学家，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句子，他说，蛋白质折叠或者我们现在的结果，并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那么我们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甚至他们希望能在40年左右去模拟整个细胞，甚至他要去研究蛋白质的动力学，以及去解释突变等等的现象。所以 AlphaFold 只是个开始，有了它之后，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个因为时间原因，我也非常快的去介绍一下第3部分，就是 AI 驱动科学研究的全流程。整个过程从假设的提出，从数据的分析，从做实验，从这个数据的采集，整个过程我们都希望 AI 能参与进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要解决的主要的科学问题，第一个就是多尺度的问题。那多尺度的问题指的就是我们刚开始有一些微观的一些原子分子，它是如何去相互作用，产生一个宏观的一个性质出来的。那么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之前也有一个这个很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西太平洋海岸上有一个这个蝴蝶拍了这个北美这个某个地方有一个蝴蝶拍了一下翅膀，它引起了西太平洋的一个比如说海浪或者是飓风之类的。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从微观的一个扰动或者微观的一个现象或者性质，它是如何演化到宏观的。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在材料或者是生物里面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由于原子个数非常非常多，或者是底层微观到宏观，它的尺度差别非常非常大，导致科学研究很难从微观引入到或者是迁移到宏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虽然有很多数据，但是在一些条件下，我们的数据也并不多。举简单一个例子 ，PDB 数据集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数据集，在1982年，当时人们观测手段有限，只有100个结构，但是逐渐的，我们看到每10年它会有一个数量级左右的一个提升。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在某些领域正好处在1982年的蛋白质结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我们就是在一个小数据的时代。那在这些时代里面，我们的数据是比较稀缺的，或者这些场景里面，我们的数据是比较稀缺的。第三个就是科学领域任务非常多，科学领域任务领域也非常多，种类也非常多，它整体的一些包括你的话语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非常非常复杂，跨学科合作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大模型或者是人工智能方法怎么去优化 AI 的，或者是怎么去优化科学的整个研究？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AGI 或者是 OpenAI 定义的1到5级的人工智能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相信大家经常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图啊。那我们差不多知道了 ChatGPT 在第一阶段就是在对话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希望做到的是更好的 reasoning 或者更好的推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R1 这样的模型就是在第2个阶段。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智能体的出现，可以在第3个阶段。但是第4个阶段，他把它定义为，他说他要是辅助 innovation 和帮助 R&D， 就是你的这个 research 和这个开发，就是研究和开发。所以可以看到 RL4 是他们定义的人工智能的方法，能去做一些新的创新，或者是在科学和开发过程中能深刻的进入进去。那第5个阶段，它是说这个不同的这个 agent 可以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智能体可以进行一定的整合，形成一个这个机构。那这个我们就暂时不去谈它。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所追求的人工智能辅助科学，就是在L4这样的一个级别，就是它能够在全流程中帮助科学的研究和突破。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刚刚看到了科学研究中需要涉及到知识，去理解，科学家获取知识，科学要去处理数据，科学家要去做实验。我们看看 AI 怎么去帮助科学家在这几个方面去赋能，或者去改变传统的一些模式。那第一个就是改变科学家获取知识的方式。那右边是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分别使用了这个 DeepSeek 和千问去进行了一个问题。因为我最近也开始在关注，比如说一些量子力学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是一个计算机背景的人，我从来不知道量子力学的一些知识。
但是我可以问他，比如说你知道量子力学中的汉密顿量和电子密度是什么关系吗？他会给我一些答案。然后我在读论文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右边这样一个图，我很难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图，我也不知道中间的一些这个每一个图中间的这个蓝的浅色到底这个深色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开始去问他，说，哎，这个图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他开始一点一点的帮我解释。所以看到在科学家获取知识或者是在跨学科合作中，大语言模型会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里面有一些时代背景，包括我们的文献越来越多，包括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一些复杂的一些文档、表格、公式、这个图像等等的一些东西，现在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去进行处理。那么甚至它可以帮你去进行代码的生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一些这个很多的科学计算的一些语言是用 Fortran 写的，那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Fortran 是什么了。但 Fortran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语言，但是很多的气象预报或者是一些系统里面仍在使用这样的语言，这些语言非常难维护。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大语言模型进行代码辅助或者是优化，能修改这些东西？那我们已经拿到推理这样的一些大语言模型了，我能不能去构造一些科研的一些助手，能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起到更多的一些作用啊？所以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陶志轩在去年的这个国际数学家就 IMO 就是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他做了一个报告，他最后的结论是说，他也认为 AI 会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数学和编程领域，它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或者是一些繁琐的一些推理或者是证明。但是他还是认为人的洞察力和创造力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已经在加速我们传统的人们去获取知识，并且去学习不同的学科的这个方式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挑战，这个具体的挑战我就不一一细讲了，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推理过程会非常的慢，包括它的这个如果你需要去联网去获取一些知识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目前的 agent 能力还有待提高，以及它现在推理大模型存在一些这个幻觉的问题。那在这个例子里面，我通过一个8834算24点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现在的大模型还是会能做很多的思考，但是它最后的答案是错误的。所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大模型的知识边界到底在哪里，或者你所用的大模型的知识边界在哪里，它的可靠度是哪些问题，以及它的知识的覆盖范围到什么范围。所以我们未来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个层面上就是数据，我们希望能去生成合成，我们也希望能去标注大规模的数据集。那在这里我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有了 AlphaFold 之后，我们还能干什么？这就是这个应该是在2021年 AlphaFold 出来之后，它和这个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开发了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刚刚已经看到了蛋白质序列，我们已经有很多了，蛋白质序列我们有几亿条。那 AlphaFold DB 干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它把所有的那些序列对应的结构整理出来或者预测出来，把它公开出来，整理成了一个数据集，叫 AlphaFold DB。我们刚刚也看到了，通过实验观测到的数据，也就是在10几万左右。但是 AlphaFold 通过计算的方式，把这个规模拉到了2点几个亿的蛋白质结构。所以人们几乎所有能知道的蛋白质序列所对应的蛋白质结构，都可以在这个数据集里边拿到。所以这个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去合成一些你通过实验很难观察到的数据。第二个事情就是拿人工智能方法去做更好的数据清洗和数据的合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它就通过主动学习的方式，逐渐的通过计算机的方法去进行筛选，然后去得到更多的这个无机材料。这个具体细节我就不展开了。那这是这 DeepSeek， 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其实上也是在做一个更好的数据合成的一个过程。这刚刚应该这个郑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从最开始的 DeepSeek V3 出来之后，我们到 R1 这个过程中，它的核心其实上就是这80万的数据。这80万的数据由20万的非推理数据和60万的推理数据构成，但是最开始的这些数据也是由模型产生出来的，这些推理过程是由模型产生出来的。那么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就是也提到的，就是它不仅在知识获取、数据收集和数据收集和标注方面，同时也在实验方面能进行更好的仿真、模拟以及这个加速。那么这是简单的几个例子，就是第一个，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不用再去做，比如说一些分动实验，才能去获得一些汽车或者是这个一些飞机的一些这个压力或者力场或者是速度场的一些数据了。我们可以去构建虚拟的风洞，通过 AI 的方式去模拟汽车的受力情况，然后通过这个迭代的方式去设计一个新的一个飞机出来，或者汽车出来。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工作叫 AI 化学家。那么我们国内科大也有一些老师也在做我们自己的 AI 化学家。那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我可以通过机器人的方式辅助这个化学家去做一些实验，然后去获得更好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配方，实现更好的这个科学发现。那么我相信在未来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第五范式或者是智能驱动的人工智能，应该是在在这个规则发现、在实验辅助、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层方面都是有 AI 去协助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类会在各个层面上都和这个 AI 进行协同工作。所以我在这边把它称为智能的或者人工智能驱动，但同时是人机协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形成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范式。那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去做什么呢？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了一下，就人至少能去做几个事情。第一个，他应该去问这个问题，或者他得去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等会儿我也会提到，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人还需要去做什么？他需要去定义我的研究的边界在哪里，我要到研究到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的边界在哪里。同时，人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这个 critic model， 或者是一个这个批评家，或者是一个他具有解释和验证结果的能力。这个在刚才其实上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人在这个科学研究的过程里面，他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他能去定义这是好的结果，这是坏的结果。正如刚刚提到这个陶哲轩讲的，他在过程中已经 AI 能做很多的数学定理证明以及代码的写作了，但最后这个定理到底是对还是错，应该是由人来决定的。不要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人已经解放出来了，人可以去做这个不需要去做科学研究了，但反而这是更加困难的。在一大堆虚假的信息里面，在一大堆各种各样这个定理的这个证明过程里面，人才需要真正的创新力和这个判断力去做出这个真正的这个决策。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其实上和各种各样的 AI 系统，在这我简单画了3个 AI 系统，就会协同各种各样的 AI 系统去协助或者是协同的方式去进行这个科学的研究。那么它 AI 系统可以帮助你去解一些问题，它可以帮你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它也一定程度上能帮你去发现一些隐藏的一些数据的模式。那么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这样一个人机协作的一个方式，在未来会有很多的优势，包括它超越了人类和机器本身原有的能力。机器算得很快，它也可以进行快速的搜索，但是人往往有更多的直觉以及创新性的一些思维能力，它也可以进行非常快速的一些假设的验证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实验，并且能辅助决策和创新。那么我因为时间原因，我快速的做一个总结。这个我也是借用这个 John Moore， 就是在2020年 AlphaFold 2出来的那个这个在线会议上，他放的最后一页 PPT 里面提到，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那这个话好像也不太儒雅，所以我用 DeepSeek 帮我改了一下，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此非止境破茧之时"。所以我们现在处于的时代，正好是人工智能辅助或者是协同人类开始去解决更难的科学问题的开始。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所以我在这里把第一个点把它写为定位基本问题。所以找问题和定位问题的能力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什么是基本的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蛋白质折叠这个问题是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的，但它是基本的问题吗？在很多的科学家眼里，它可能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它描述了从单个这个单链或者是链一维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序列到这个三维的结构的一个折叠的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是你所在的领域，什么是基本问题，或者是这些基本问题目前的解法你满意吗？还有更基本的问题吗？所以这个角度其实上是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去思考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从计算机视觉的背景的话，我给大家举简单一个例子，从2000年初左右，人们或者是从2000年初，计算机视觉很多人在研究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有分割，有识别，有检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low level 的问题，这个运动怎么表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人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让计算机去识别猫和狗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问题的定义者，或者是最后收集出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数据让大家去做的这个人就是李飞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他把问题定义好，就像 John Moore 当时把蛋白质折叠这个问题定义好，我把标准的 benchmark 建好，然后你们可以来玩，你们有国际上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来玩，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李飞飞在计算机视觉里面也不是定义啊，就是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去识别猫和狗，我们去识别这1000种动物或者1000种这个物体是什么吧。那当时其实上在2000年初或者这个2000几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嗤之以鼻，就说这不是本质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识别它在识别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构建出了卷积神经网络等等的一系列深度神经网络的一些东西。所以定位基本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以及选择一个这样的问题在智能化时代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简单做一个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科学范式的研究已经从第一范式、第二范式、第三范式逐渐演变过来。那第5范式或者是智能驱动的一个范式，其实上希望能去整合已有的一些所有的工具，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范式或者人工智能，它独立存在。人工智能就是要去干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不是这样子的。人工智能干的事是以前实验科学家想去做的事情，计算科学家想要去做的事情，以及传统的一些理论科学家想要去做的事情，把这些能力整合在一起，或者全部的去实施智能化，去实现智能化。所以智能驱动应该是在 AI 去参与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然后整合所有的已有的工具去，也就是说实验科学家以前只会用到实验，但现在人工智能方式说，你既要去做实验，也要去做这个理论，也要去做计算，你需要把已有的人类的工具都进行快速的整合。那么我们希望 AI 能驱动这个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科学家怎么获得知识，包括数据怎么去合成，并且数据怎么去处理，同时也包括我怎么去做更好的实验，并且怎么做更好的仿真。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计算机科学家要去解决的，就是我们的模型到底该怎么去构建，我们的模型到底该怎么去演化，能去应对多尺度、多物理这样复杂的一些物理事件。那么最后的一个形式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个畅想，就是说未来会的这科学研究方式应该是人机协同在一起，并且它能去做更加复杂的问题，在这个整体的科学研究和发现过程中去加速并且深入的参与。那么我今天的汇报就是这样，谢谢各位老师同学。